91岁老人每天工作12小时。这个故事真实的发生在新加坡。这位老人迎风而行，手擦桌面，眼里满是坚定的光芒。许多人听闻后感到疑惑，在全球公认为富裕的新加坡，为何会出现如此高龄的劳动者？尤其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这并非孤立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新加坡65岁及以上的公民比例在2025年已攀升至 20.7%， 而在65到69岁这一年龄段，约 49.1% 的群体仍在工作，显示出一种银发打工族现象正在逐渐普遍化。事实上，在新加坡全岛，从地铁站售票员到咖啡店的清洁人员，我们可以频繁地见到乐龄人士继续活跃在职场。更引人关注的是， 31.4% 的乐龄人士选择不退休，继续在劳动力市场中贡献力量。这无疑引发一连串问题。这些高龄劳动者仍在工作的原因是什么？是经济压力？是政策推动？还是个人选择所驱动？究竟有什么样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现象？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度剖析，深入探讨这个现象。我们可以从经济动力、政策设计和个人选择3大角度进行拆解。首先是经济动力。新加坡的养老体系以中央公积金 CPF 为核心，推行的是个人负责的强制储蓄机制。这种模式与普惠型养老金不同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工作收入自行存储养老资金，保障未来生活。然而现实非常残酷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存足退休所需的费用。根据数据显示，2022年满55岁的 CPF 会员中，约70%存足了基本退休存款，但仍有相当比例未能达标，而这直接反映了部分退休人士不得不继续工作的原因。这一点更加显露出存款与高昂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。即便存足了标准退休存款，年满65岁后依靠每月约850新元的 CPF 入息，在新加坡仍会感觉资金不足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还推出了 CPF Life 计划，针对长寿风险提供终生收入保障。然而，这种持续性收入的设计，在面对现实中的医疗生活多样化支出，依然可能让部分乐龄人士感到力不从心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从事额外的工作不仅是弥补短缺的手段，更是抵御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一种解决途径。政策设计是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。由于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，乐龄人士成为补充劳动力的重要来源。数据显示，自2014年以来，新加坡的老年抚养比已从 6.0 急剧下降到2024年的 3.5。这种变化说明每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能够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步减少。为了应对这种趋势，新加坡政府在不断调整退休与重新雇佣年龄，预计到2030年，退休年龄将提高至65岁，而重新雇佣年龄将延长至70岁，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年长者返岗工作。例如，雇主聘请60岁以上年长雇员时，可以享受高达 7% 的工资补贴，直接提升了乐龄人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。此外，还有祖屋契回购计划和乐龄安居花红等经济选项，允许乐龄人士通过不动产兑现部分养老资金，作为补充生活保障的方案。然而，除了经济因素与政府推动外，乐龄人士的积极选择本身也值得关注。这些人的工作往往已经超越了金钱需求，成为他们维持社会联系、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。在新加坡，乐龄人士的称谓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积极老龄观的内涵。一个鲜活的例子可以是 Netflix 纪录片《街头绝味》中郑师傅的故事。他虽然年迈，但仍充满激情地经营自己的事业。这种工作带来的充实感和对生活的控制权，促使许多长者选择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。此外，有调研显示，主动工作的老年人可能不仅心理上更快乐，甚至生理健康指标也高于完全退休人士。这一观点为乐龄人士持续工作的现象提供了更深度的注解。综合来看，新加坡的高龄劳动者现象绝非单一事件可以解释清楚，这是个人经济需求、国家政策指导和积极老龄观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一方面，部分乐龄人士不得不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，他们面临养老储备不足、高昂生活成本等挑战。另一方面，国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、就业补助政策及住房养老方案的设计，在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同时，也为老者提供支持。想陪你追着日落，看星星，永远不冷。生活的一种新的定义，积极拥抱年龄增长，通过劳动的社会经济塑造老年价值。但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乐龄人士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局限？
理想的乐龄生活是经济无忧的悠闲晚年，还是充实的劳动人生？面对全球老龄化社会，这种趋向或许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今天的新加坡用实践告诉我们，乐龄社会并非单一定义，选择不退休的老者与积极老龄观的政策设计，推动我们重新思考老年生活的意义。那么，你的养老规划是否已经准备好？你的乐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探讨。新加坡的高龄劳动者现象呈现了一种辩证的图景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。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理想的晚年，也提醒我们未雨绸缪，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。频繁出现的银发打工族背后，蕴含着让人反思的民生图景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远不止于表面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，避免错过更多深度分析。同时别忘了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让我们一起探讨吧。